世界10大预言，第1名竟然让70亿人深信不疑，一起等待死亡。预言是对未来的预测，这种预测可能是天灾，可能是人祸，也有可能是关于地球以外的事物。在人类发展历程中，曾出现过很多的预言，其中有的精准异常，有的最后沦为笑柄。本期影片，猫爷就从影响力出发，为大家盘点一下世界10大预言。第10名，伦敦大火。诺查丹马斯是著名的法国籍预言家，精通希伯来文还有希腊文，并留下了以4行体诗写成的预言集《百诗集》，也叫《诸世纪》。诺查丹马斯的预言，无论是在他生前还是死后，都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崇拜者。而《百诗集》出版之后，直到现在仍然非常畅销，有许多热心读者将他的预言与世界主要的事件分析，准确率竟然达到了70%以上。诺查丹马斯最出名的预言就是伦敦大火，大火于1666年爆发，90%的房子被烧毁，几乎完全摧毁了这座城市。而在诺查丹马斯的预言书中写道，正义的血液将在伦敦口渴，在66的烈火中燃烧，老妇人将从他的高处坠落，许多因信仰的兄弟将被杀死。本次预言精准出现了时间和地点，而他本人早在1566年离世。第9名，美苏争霸。若现在有人告诉你，未来的世界必将由某某国称霸，估计大多数人都会嗤之以鼻。此人若不是别有用心的政客，就是无知无畏的疯子。阿里克西·德·托克维尔出生于1805年的一个法国贵族家庭。1840年，他发表了《美国的民主》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预言了一个以俄罗斯和美国为首的2极世界，以及有一天世界的命运将在他们手中。出版时，美国刚刚独立60年，而俄罗斯更是处于君主专制的权力之下，被认为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国家。但托克维尔的预言在100年之后可以说是完全兑现了。1946年以后，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与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2大阵营迅速对立起来，展开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斗争，拉开冷战序幕。直到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在此45年之间，苏联与美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头号强国，各主世界一半的命运。第8名，互联网。世人皆知，马克·吐温是出色的讽刺作家，但也许并不知道他还写过科幻小说。在1898年发表的短篇小说起源于1904年伦敦时间一书中，他描述了我们今日熟知的互联网和社交网络。故事的主角克莱顿军官谋杀了发明电传照相机的普尼克。电传照相机能够将世界上所有电话系统连接起来，使身处世界不同角落的人互相听得到、看得到。在世界范围内，所有人获得的信息都能够同步获取，这不就是社交网络吗？小说最后秉承马克·吐温一贯风格，克莱顿并非杀人凶手。行刑时，他看见普尼克就在人群之中，并没有被谋杀。有许多人通过电传照相机观看了行刑过程，这不就是网络直播？互联网诞生于1969年，在1991年向全社会开放。可以说，马克·吐温提前100年预测了互联网的出现。第7名，登陆月球。凡尔纳于1828年生于法国南特，在1865年，他成功预言了人类登月。与嫦娥偷吃了长生不老药，抱着白兔飞奔月球的天马行空的想象不同，凡尔纳设想的登月是有扎扎实实的数字论证的。在《从地球到月球》一书中，凡尔纳选择的发射地点离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不远。他告诉读者，从地球到月球需要用来摆脱地心引力的初速度。在续篇《环绕月球》中，他准确地描述了失重的影响，勾画了宇宙飞船重返大气层落入太平洋的壮丽场景。凡也纳书中所预测的人类登月事件，与1969年美国阿波罗11号登月的发射地点、降落地点、飞行时间、登月人数几乎吻合。要知道，在凡尔纳生活的年代，甚至连白炽灯都没有，晚上还要点蜡烛或煤油灯。当时科学家们也并不知道地球上的重力与其他行星上的重力不同。第6名，股市崩盘。睡着的预言家埃德加·凯西在西方社会极负盛名。凯西声称，在自我诱导的睡眠状态下，他的潜意识实际上会离开他的身体，前往灵魂的国度，并在那里收集关于未来的知识。然后他会把这些东西带回活人的土地，他再把这些东西传给他的客户。他的预言包罗万象，准确率极高，
对个人、团体、国家以及世界局势、人类未来发展走向均有涉及。但猫爷觉得影响最深的，还是他成功预言了1929年的股市崩盘。1925年，他开始警告他的客户，4年内将发生美国最大的经济灾难。有人听了这个预言，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崩盘，1300万人失去生计时，挽救了他们的财物。第5名，上帝粒子。上帝粒子又称希格斯玻色子，简单来说，它是用来约束质子与电子之间组成为原子的一种基本粒子，目前已经被科学家证实存在了。可以说，没有上帝粒子就没有一切。2013年3月14日，欧洲核子研究组织发表新闻稿，正式宣布先前探测到的新粒子暂时被确认是希格斯玻色子。然而，当科学家还在庆祝发现了上帝粒子的时候，英国的物理学家西蒙辛格却公开表示，辛普森动画中早在1998年就说过上帝粒子的存在。更恐怖的是，在动画中的黑板上清楚地写下了求出上帝粒子质量的公式。最可怕的来了，西蒙辛格说，按照这个公式求出来的上帝粒子的质量，跟他们算出来的上帝粒子的质量仅仅相差了10亿分之一。那么，在15年前创作辛普森动画的人究竟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呢？第4名，泰坦尼克号。电影《泰坦尼克号》里男女主角间刻骨铭心的爱情是大家百看不腻的经典。虽然这个爱情故事纯属虚构，但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却是真实发生的。但若是有人其实早在10几年前就已经预言了泰坦尼克号将会沉船，你相信吗？1989年，美国作家摩根·罗森写了一篇中篇小说《徒劳无功》，内容讲述的就是一艘号称永不沉没的巨轮泰坦号撞上了大西洋的冰山，然后因断裂导致漏水沉没，死亡人数达2500余人。这些描述以及沉没船只的建造方式、外观，甚至船上发生的故事，都和真实的泰坦尼克号如出一辙。而写小说的叫摩根，泰坦尼克投资者和所有者也叫摩根，因此徒劳无功被一些人称为预言了泰坦尼克号的沉没。第3名，俄乌冲突。朱迪·海文利是一名美国教师、作家以及预言家，拥有神学博士学位，擅长研究超自然领域事务，在美国、欧洲乃至印度的知名度非常高。在过去的25年中，他曾给许多客户做过预言，其中不乏好莱坞明星、沙特王室、英国皇室以及各国政要，例如美国前总统里根，可以说是往来无白丁。朱迪占卜的方向也很广，职业、爱情、人际关系几乎无一不精。此外，每年还会对未来的1年做出预言，发表在网站上供人参考。而他预言的风格也不再是似是而非，而是使用非常肯定的语言。有人统计发现，他预言的准确率高达90%。而他最出名的预言就是关于俄乌的发生和走向。早在2021年12月5日，朱迪就发布了他对2022年的预测。对于俄罗斯和普京，朱迪预言说，普京将独立乌克兰摆脱北约，以巩固俄罗斯在西方的竞争对手地位。因此，英国将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天然气之间做出选择，并且俄乌冲突不会结束得太早。而现实中，这一预言已经应验。第2名，新冠疫情。2019年8月，印度神童阿南德在油管上发布一条视频，视频里的阿南德稚气未退，但说出的内容却让人大吃一惊。他说，在2019年的11月开始，世界将会迎来一个大的灾难。这个灾难是通过口水传染的一种疾病，并且在2020年3月到4月之间，这个疾病会迎来一个爆发期，而全球的经济都会受到影响，尤其是航空业。视频刚发布的时候，自然是无人问津。要知道，在2019年8月的时候，全世界那可是一片盛世，岁月静好。偶尔刷到这个视频的人，估计也都是轻蔑一笑，以为是个小孩子在过家家。但当新冠疫情席卷全球时，人们才发现，疫情开始和爆发的时间和阿南德预言的基本吻合。阿南德不仅在网络上迅速走红，收获100万粉丝，还获得了印度的 GCPA 神童奖。有很多人关注他的预言，也有人曝光他的身份造假，认为只要发表的言论足够多，总会有几条撞上的。对此你怎么看？第1名，2012世界末日。玛雅历史文献有记载，地球每隔3740年就会毁灭一次，每一次毁灭都会迎来全新的世界，而人类此前已经毁灭了4次。
按照玛雅人的算法，2012年12月21日是玛雅纪元3113年，历经大周期5125年之后的对照日。而当那天夜幕降临之后，人们再也不会看到第二天黎明的曙光，人类将生活在永无止境的黑夜之中。这一天将是本次人类文明的结束，而地球将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未来的人类又会迎来与本次文明毫无关系的文明。根据玛雅预言，一部讲述2012年世界末日故事的美国电影《2012》于2009年11月13日上映了。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恐慌，世界末日的说法瞬间风靡全球。到今天，世界末日已经过去11年了。对此，有人淡定面对，有人却较了真，认为人类只是躲过了一劫，也有人认为2012末日已经发生，是地球时间被重置了。总之说什么的都有，只是我们现在依旧健康的活着。好了，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还记得当年你为世界末日干了什么蠢事吗？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最后再求一波点赞和订阅。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千万别忘了按下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精彩影片。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